嗨，大家好，我是姚恩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Hi everyone, I'm Yaona. Welcome to my channel.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 怎么感觉放了一个假，有一种好久不见的感觉。我之前也有过隔1周没有上片的，2个礼拜感觉没有那么久。过了1个年，放了一个假，怎么有一种生疏的感觉？现在我们家对面在施工，如果你没有听到杂音的话，那就我也没有办法，就可能不要开那么大声吧，这样那种背景的杂音比较不会那么明显。这种比较旧公寓、旧社区隔音没有那么好，所以希望你们不会觉得太困扰。那今天我们要讲1月的爱用品，我不知道感觉去年11月、12月一直在有折扣，然后又周年庆，然后最后年末又有一波折扣，然后再加上可能出了一些什么限量产品啊，感觉1月就是一个冷淡，没有什么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没有什么折扣，感觉广告文宣没有那么强力的在促销。我觉得我1月好冷静哦，一种生活的感觉都没有。然后我现在才看，感觉没有买什么。有些时候我也会看一下社团有没有人在出清一些我真的很想要的产品，好像也没有。是因为天气太冷吗？天气冷，心冷冷。我没有买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啦，就是一些我之前一直很想要尝试的东西。那第一个是 Make Up For Ever 的第一部好气色粉色妆前乳，它这个挤出来是粉粉的，我有尝试过把它全脸上，但是因为它是粉色的，它推开之后还是会有一种让你白半截的感觉，所以他才说它是让你好气色，因为它真的会整个让你提亮。因为我现在有上粉底，有校正了那些肤色不均的感觉，所以你看不出来，其实我额头是最黑的地方。我是一个不喜欢晒太阳的人，所以如果现在太阳外面很大的话，我都是这样子走路，我都是用额头面对太阳，所以我最快晒黑的地方就是我的额头，因为我都是一直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鼻头也会晒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人中这边是相对来说比较暗沉的地方，我就是先用它来校正我肤色相对比较深的地方，就是额头、人中这里，然后还有下巴中间让它提亮，然后之后再上粉底，所以我就不需要用比较白的粉底来塑造我好像气色很好的感觉。我觉得它比较不适合用在黑眼圈，可能会让黑眼圈看起来脏脏的，然后用它也会有一种觉得皮肤好像变不错的感觉。但是如果你不想要有一种白色面具感的话，那不要上全脸，局部就可以了。我还蛮喜欢这妆前乳的效果，所以推荐给你们。那第二个呢，我是跟人家买2手的 Maybelline 的丝绒蜜粉，就是 Fit Me 那一款的蜜粉，然后我买的色号是10号自然色。是不是有人说这一罐蜜粉不持妆？我有点搞不太清楚，但是因为现在是冬天，所以它有没有很控油，我有点感受不到。最近皮肤蛮干的，但是我上去的时候，有一种觉得哇，我怎么这么晚才用它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柔焦毛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其实这2块呢也是有一些汗毛，所以有些时候会造成这一块的毛孔蛮明显的。然后我只是用刷子轻轻的扫过去，那边的毛孔就不见了。我就觉得哇，真的很柔焦感觉这些粉很能够把毛孔填住。但是如果你本来毛孔就很粗大的人，我觉得它大概只能遮盖80%吧。你可能还是需要先用遮瑕或是其他可以隐形毛孔的妆前先稍微遮过一次之后，然后再用它。我今天脸上是用了3种蜜粉，因为我不想要用它然后整个弄得很雾面很死白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就是用它在这一块方形的区域这样子。那下一个是迪奥的超完美持久唇膏，那我买的色号是100杏仁烤奶，
也是我现在唇上这个颜色，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稍微有点偏浅的。那我自己买的时候本来就知道它这个100的色号就是比较浅的，我觉得比较适合皮肤白的人，或者是像现在你有画一个全妆，你先用底妆让你的气色变得比较好之后，再上100会感觉很自然，很有气质。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没有上底妆的状态，对于肤色没有那么白的人，然后又是你这边唇周可能比较暗沉的人，你只单擦它的话，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不会那么好看。但是因为100本来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尝试的颜色，所以我就先买它。它真的还蛮美的。我觉得我今天的妆好淡啊，我今天想要走一种这种气质柔美的路线。题外话一下，我戴了一个这个金黄色的银眼，有这种怪异的感觉，但我好喜欢，就跟我一样怪异。我觉得它的颜色有点像是你快要哭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今天擦它就看起来还蛮正常的，我还蛮喜欢的，它不会黏黏的，也很滑顺。不过它也有好几个色号可以去选，它好像还有一个416，我觉得看起来也很美。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办法让你，就是你画的时候不要一直去抿它，不要一直这样子，还是稍微会把唇膏推掉的感觉。我可能是先这样子画完之后，然后我就会用点的方式把它弄得比较均匀一点，然后比较柔和那个唇形。但它有个缺点，就是它价钱真的很贵，它其实内容物蛮少的。比一般唇膏我觉得应该有少很多，所以我会有种不敢豪迈用它的感觉。喜欢的话可以尝试看看。好，就这样了。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不常看一些频道的贴文，反正就是1月初的时候，我去参加了 Make Up Forever 的素人甄选活动。我不知道到底可以讲多少，它其实名额没有很多，我觉得很酷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旗舰店，然后他们旗舰店一开始我觉得店好小然后我都没有看到半个人，就只有可能2个柜哥在那边吧。好尴尬好害羞然后原来他们还有一个地下室，它其实就是你每个人会分配一个彩妆师，然后帮你画一个全妆，他帮你画一半，然后在每一步，然后他就会跟你说，那你现在可以尝试看看，然后他会看你的手法，跟你讲一些技巧啊，然后你有任何化妆的问题，你都可以问那个彩妆师。我觉得我问了一大堆的问题，一开始他就先问我说，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化妆上的困扰，我就跟他讲了一堆，因为自己盯着自己，每次化妆就是一直在盯着自己那些困扰的地方，你已经有一种当局者迷的感觉。然后呢，我就觉得有一个人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脸有没有一些改善的方式，但是其实我自己一直觉得不行有些时候我看国外彩妆师的影片，没有办法得到我想要的解答，毕竟亚洲人跟白人的脸比较不一样。然后我刚好被选上了，那我就觉得我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得到一些可能不同的化妆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手法，或者是解决我的困扰。对，一开始因为他们就是帮你分配好你要给谁，然后我就是被分配到唯一的其中一个男生的彩妆师，我就觉得好可怕！我真的是非常没有自信我每次都会觉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就觉得这个女生长得好丑还要化妆，我一直有这种心态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很困扰。但是我都已经到了，好，管他的，我可能一生只会看到这个彩妆师一次。我每次都是要先克服一下这种心理障碍，我才有办法去靠柜。但没想到那个彩妆师他比我还更紧张，因为我们是先从妆前然后底妆开始，再画眼睛部位的。然后他帮我画眼线的时候，他手抖到不行，因为他也是觉得超级紧张的。然后我就是跟他说，我们都已经画到这个步骤了。然后呢，他帮我画完眼线，我也觉得好紧张我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当场我就是这样看着，
然后我看了很久才这样，觉得我是要点在哪里呢？是用眼线液，所以那眼线液就有点干掉，然后就要一直沾。然后那时候我就整个站起来，有种觉得好吧，来吧的那种感觉。对，我自己也超紧张的，因为后面是有资深彩妆师在后面看他们的表现，而且那时候我还在画眼线，我隔壁的已经画完很久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好紧张哦，我怕影响到那个彩妆师的表现，对，我不想要给他添麻烦这样子。那整个下来，我觉得我经验是蛮好的啦，可能是因为他们都穿黑色的吧，我觉得穿黑色的会稍微有点距离感，因为像日系的他们可能都是穿白色的，像是 NARS、Make Up Forever 他们就是穿黑色的，就会有种不好亲近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掩饰他们的紧张啦因为就他们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很开心，可以练到一些不同的眼型、不同的脸型，知道不同需求，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们的技术更好。因为他们不可能客人问他们问题，他们说不知道，对吧？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像模特一样，天生的条件那么好，双眼皮，眼皮这边很大啊，很像画布一样，就不可能嘛。虽然我今天是没有用他的手法来化妆啦，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练习好，我今天就画成这样。我不喜欢太粉色的粉底，因为我其他地方的妆，像是口红啊、眼妆，都是选偏粉色的颜色，所以如果我再画一个偏粉的粉底，会整个看起来很红。所以我那一天就选了一个偏中间色的粉底，这边比较不会看起来就是两个色差很严重，然后看起来很像一个面具的感觉。他们就送了我他们的 HD Skin 的蜜粉无痕持久粉底液，它真的很可爱耶。我选的色号是 Y235，它是一个比较中间色调颜色，不偏橘也不偏粉这样子。我有看过有人不喜欢这款粉底啦，因为它真的就是 Skin， 它的 coverage 真的普通。冬天我的脸比较干，我可能用一些太雾面粉底，那些粉底液会太显死皮。我今天就是用它，然后用刷子，我自己会觉得看起来皮肤很好啦。但是如果你是另外要遮毛孔啊、遮泛红、遮这边，你还是需要用一些另外校色的东西，先来处理掉你那一些肤色的问题。我是可能先遮一下黑眼圈，然后遮一下我的泛红，再用它。如果你不想要妆感看起来很厚重，或者是眼下很容易干裂的话，那你粉底液就不要撸到你黑眼圈遮好的地方。假如说你现在遮瑕是遮到这，你用刷子来上粉底液的时候，你就是在遮瑕的这个边界处稍微把它这样子晕开，你不需要上到你整个已经遮瑕遮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它还蛮适合冬天的，不会那一种太干，但是也不会不雾面，然后它也蛮水的，也不会太快干，你可以轻松的用刷子轻轻的推开，我觉得妆效就还不错，但可能会遮瑕度不够。我觉得我化妆最大的困扰就是我眼尾这边，然后眼线的方式，所以呢，他就帮我画了一个眼妆的详细讲解，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玩的。如果你们以后在网络上看到他们有这个活动的话，不要害怕，就要去报名参加没有关系，而且不用钱，给人家化妆的感觉真的还不错。彩妆师他会先听你讲说你平常是怎么化妆的，你那一天你想要化什么妆，彩妆师就会满足你的，基本上啦。因为我那天想画一个绿色的眼妆，他就问我说：“你确定你要画绿色的吗？”然后我后来想想，觉得好，我们时间已经不够了，不要再整人家了。然后他还给我了一个我觉得超大的袋子，占掉我多少版面这个袋子。但我觉得参加那个活动真的蛮好玩的，虽然可能会觉得有点严肃，但其实我内心是很雀跃的。我就觉得天哪，我又学到一样东西了。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 Make Up Forever， 我没有帮他们打广告我觉得它的彩妆大部分都是对油肌很友善的，就是它很持妆，东西也很好用，然后又蛮显色的啊。对了，我今天中分呢我真的是非常看不惯我自己中分，我觉得我看起来脸很大，
我昨天就是这样子分两边，然后就从中间分开了，所以呢，我现在的头发就是分不回去，它就是这样。是这种不需要用电卷棒的，你就是有一个 U 型的东西，这样子很像棒棒的东西，把我头发这样子卷，然后你就把你的头发缠绕在你那个棒棒上面，然后就这样子去睡觉，然后隔天起来拆掉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它不会像电卷棒一样让你的头发很干，头发那个毛躁感也会消失，然后会看起来，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头发这样子看起来很亮，看起来发质很好，很黑，很反光这样子？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看看，不需要很厉害的技巧就可以弄好这一头这样子。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讲了一些废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扰？那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可以送人，捐给弱势团体，上网拍卖或是义卖。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要支持我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下个礼拜见，ciao。